无人机 vs 导弹，谁才是反坦克的 MVP？ 俄罗斯和叙利亚新政府达成协议，保留在叙军事基地。美军再研科幻武器，让电波可视化。预算被冻结，台湾自造潜艇又出变故。俄乌战争的特殊性呢，在于无人机首次在实战中发挥了大量作用。乌克兰凭借大量的无人机，竟然能够和数倍于己的俄军形成僵持。大量视频展示了 FPV 无人机在击毁俄军装甲车辆中的关键作用。然而，最近乌克兰士兵呢却表示，反坦克导弹才是摧毁俄军钢铁洪流的 MVP。乌克兰克鲁斯克州海军陆战队无人机操作员克里格斯·福舍尔指出，从11月7号以来，反坦克导弹团队而非无人机操作员对多辆的俄罗斯装甲车造成重创。他所在的团队负责防守突出部西援。在2天的俄军攻击中，俄罗斯第237卫队空降突击团在其防区内损失了17辆装甲车。他表示，看到大家都认为 FPV 无人机主宰战场，真的是太有趣了。数据显示，大部分俄军装甲车辆被地雷或反坦克导弹击毁，比如美制的标枪导弹和乌制的斯图格纳 P 导弹。只有在这之后，无人机才开始发挥作用。克里格斯·福舍尔补充道，他表示，虽然小型无人机能够携带少量炸药，在几英里范围内打击目标，但其主要作用更多是在摧毁被困的车辆，而非在初期造成装甲车瘫痪。他指出，总体来看，大约10%到15%的装甲车辆是在移动过程中被 FPV 摧毁的，尤其是在近期加大对乌克兰突出部的攻击力度后，损失进一步扩大。之所以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是相比于战争初期，龙式装甲开始普及，几乎所有俄军坦克都带有额外的龙式装甲，而无人机携带的炸药量不足以对这些坦克进行有效杀伤。在现代战场上，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各自扮演着不同但是互补的角色。FPV 无人机主要用于侦察和实时监控，提供战场态势感知，帮助指挥官做出快速决策。此外，携带轻型炸药的无人机可以对敌方目标进行精准打击，尤其适用于摧毁被困或者停滞的装甲车辆。然而，由于载荷和续航能力的限制，无人机在初期打击移动中的装甲目标时效果有限。相比之下，反坦克导弹如标枪导弹和斯图格纳 P 导弹具备强大的穿透能力和高爆炸力，能够有效摧毁装甲车辆。这些导弹设计用于在高威胁环境中精准打击移动目标，尤其是在敌军大规模装甲推进时表现出色。反坦克导弹团队通常由经验丰富的射手操作，能够在复杂地形中隐蔽部署，对敌方装甲部队实施致命打击。乌克兰军队通过将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的优势结合，形成了一套高效的协同作战体系。在进攻和防御过程中，无人机负责实时侦察、监测敌军动向，并为反坦克导弹团队提供精确的目标定位。这种信息共享机制使得反坦克导弹团队能够迅速响应，精准打击敌方装甲目标。此外，乌军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和预先布设的地雷，进一步增强了防御效果。在克鲁斯克区，复杂的地形地貌为乌军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屏障，雷区的布设则有效地限制了敌军装甲车辆的机动性。无人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承担了侦察任务，还可以实时监控雷区的状况，确保反坦克导弹团队的打击行动不受干扰。俄罗斯军队惯用大规模装甲推进战术，试图通过密集的装甲部队突破乌军防线。然而，乌军通过精确的反坦克导弹打击和灵活的无人机侦察，成功瓦解了这一战术。在克鲁斯克区，雷区的存在不仅增加了敌军装甲车辆的损耗，也迫使其在进攻时减缓速度，暴露更多的目标，进一步提高了反坦克导弹的打击效率。这种多层次的防御体系使得乌军能够在有限的资源下最大化武器系统的效能。无人机提供的战场实时信息与反坦克导弹的高效打击相结合，使得乌军在面对俄军钢铁洪流时，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显著的防御成果。随着冲突的持续，乌克兰军队将继续优化无人机与反坦克导弹的协同作战策略，进一步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和打击精准度，
通过不断创新和适应战场变化，乌军有望在未来的战斗中继续有效地遏制俄军的装甲攻势，维护战线上的主动权。俄罗斯即将与叙利亚新领导层达成协议，确保其在中东地区的2大重要军事基地塔尔图斯海军港和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继续由俄军驻守。这一举措被视为克里姆林宫在阿萨德倒台后的关键目标，旨在巩固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地位。根据莫斯科欧洲及中东的知情人士透露，俄罗斯正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就俄军继续驻守在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基地的问题进行紧密谈判。俄国防部表示，他们已经与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解放组织达成了非正式谅解，允许俄军继续留守上述军事基地。然而，知情人士警告称，由于叙利亚局势依然不稳定，未来的安排可能会发生变化。目前，俄罗斯尚未能够立刻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官员核实这一消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是俄罗斯在地中海的唯一军事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则用于支持俄罗斯在非洲的安全行动，帮助俄罗斯在该地区投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恢复冷战时期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权威。近年来，叙利亚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基础设施严重受损，通货膨胀高企，民众生活困苦。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的未来走向高度关注，多个国家和组织纷纷介入调停，试图推动和平进程。然而，内部分歧和外部干预使得和平谈判步履维艰。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与叙利亚新领导层的协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协议达成，俄罗斯将继续通过塔尔图斯和赫梅米姆基地，在中东和非洲地区维持其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这不仅有助于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提升，也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随着谈判推进，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是否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或者有助于实现长期和平。未来几周，随着更多细节的披露，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陆军的一些精锐旅现在配备了一种先进的电子战工具，使士兵能够看到他们及敌军在原本不可见的电磁频谱中的活动。这一新系统名为地面层系统旅战斗队，正在向3个接触中的转换旅进行部署。地面层系统旅战斗队是一种可配置的无线电系统，能够监测无线电频率，收集信号，执行定向查找操作，检测电磁攻击，并可视化电磁频谱数据。根据陆军的新闻稿，陆军在7月份向 Maston Design 公司授予了近1亿美元的合约，用于制造、部署和培训士兵使用该系统。电子战与网络项目经理肯斯特雷尔在新闻稿中表示，该系统将部署到陆军的每个旅作战单位。他补充道，士兵无需担心，每个旅都将配备 TLS-BCT。 陆军能力经理兼电子战总监莱斯利·戈尔曼上校在新闻稿中描述， TLS-BCT 是陆军特种作战部队首次使用类似设备的更小、更轻便的版本。这3个正在测试的 TLS-BCT 旅分别是夏威夷的第2轻型旅战斗队第10山地师的第2旅，以及肯塔基州坎贝尔堡的第101空降师第2旅。TLS-BCT 不仅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和电子探测，还可以执行电子攻击，所有这些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设备中。根据新闻稿，陆军计划在未来3年内每月向最多2个旅战斗队派遣 TLS-BCT， 3个旅中已经有2个旅配备了该设备，第3个旅即将收到。所有3个旅将在战斗训练中心的轮训和实际部署中提供反馈，以帮助开发人员不断改进设备，并在整个陆军范围内持续部署新版本。台湾海军正在进行的自造潜艇计划近日面临新的挑战了。据悉，国民党和民众党的部分立委对该计划的进度表示担忧，并提出了一项提案，建议冻结自造潜艇原型舰海鲲号的部分预算。这些立委认为，由于海鲲号尚未完成海试，整个潜艇建造计划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他们担心，如果贸然推进后续潜艇的建造，可能会导致资源浪费。因此，他们建议在海鲲号
成功完成海试，并且证明其性能可靠之前，应该暂缓拨付后续潜艇的建造资金。除了海鲲号的进度问题，潜艇海试的复杂性也是立委们关注的焦点。潜艇海试是一项高难度、高风险的任务，需要考虑诸多因素，比如海况、海底地形以及潜在的敌方威胁。此外，立委们还对潜艇建造的整体时程表示担忧。根据目前计划，台湾海军要在14年内建造7艘潜艇，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如果海鲲号的建造和海试出现延误，势必会影响整个计划的进度。面对立委们的质疑，台湾海军方面表示，他们正在积极推进潜艇建造计划，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项目的顺利进行。然而，立委们的提案无疑给该计划带来了新的变数。自造潜艇计划是台湾防务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立委们的提案反映出社会对该计划进展的担忧，同时也凸显了潜艇建造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一方面，立委们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潜艇建造是一项高技术、高成本的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因此，在推进项目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过分保守的态度也可能延误项目的进度，影响台湾军队的建设。因此，台军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的推进速度。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